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将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物件函式。那我们在之前的课堂上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类别跟物件的概念了嘛？我们那时候举的例子是手机，我们创建了一个自己的资料形态手机嘛，也就是说我们创建了一个手机这样的类别，然后我们在里面宣告了一个初始的函式嘛。这初始的函式需要传入3个参数嘛，第一个参数是手机的作业系统，第二个参数是手机的型号，第三个参数是手机是否防水。那其实我们在类别里面，在 class 里面除了这个初始函式以外，我们也可以宣告其他的函式来做使用哦。举个例子假设我们想要宣告一个函式，它是判断我们的手机作业系统是不是 iOS 好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宣告。那假设它的名字叫做 is iOS， 那这边大家注意我们传入的第一个参数要是 self 这个 self 呢跟我们上面的 self 这个初始函式的 self 是一样的意思它是我们物件本身的意思好，那我们判断它的作业系统是不是有 iOS 嘛？如果是，我们就回传 true；如果不是，我们就回传 false。所以 if 我们这个物件本身的 OS 这个属性如果等于 iOS 的话，我们就回传 true；如果不是，就回传 false。好，那我们这样子就在类别里面又定义了一个函式那我们要怎么样做使用呢？我们现在外面已经有一个 phone one 嘛，已经创建了一个手机，它是 phone one。那我们要怎么使用？我们直接 phone one， 然后点，然后加上我们这个函式的名称就可以了它是 is iOS。然后呢，它不需要传入参数，我们就一对小括号。那我们把结果印出来，就得到 true， 因为我们上面这边创建的时候就有说了它是 iOS 嘛。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手机还要想要有一个相加的功能好了，一个相加的计算的功能，那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再定义一个函式，这个函式呢叫 add， 那一样第一个传入的要是 self， 那再来我们相加需要2个数嘛，那第二个传入的叫 number one， 第二个传入的叫 number two。好，然后我们回传2数的相加嘛。那我们下面呢就可以直接来做使用phone one 点 add， 那我们想要做相加，要传入2个参数嘛，假设是5跟6，然后我们一样把它印出来，执行，就得到5加6等于11咯。好，那这就是我们这堂课的内容。我们跟大家介绍了物件的函式，也就是我们可以在 class 里面，在我们的类别里面再宣告其他的函式来做使用好，那我们下一次见，拜拜。